大家好，我是林晓，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女生，平时就爱观察身边的小事。Hello， 各位听众，我是阿哲，林晓的朋友。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聊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。不管你是刚来中国生活，还是在网上刷到过相关的视频，肯定都有过一个疑问：为什么中国的学校到了晚上10点，教学楼的灯还亮得像白天一样？没错，不光是外国朋友好奇，就连我们自己小时候也总被这满楼的灯光围着。今天这一期我们就从头到尾讲清楚这件事，保证你听完之后再也不会对深夜亮灯的学校感到困惑，还能搞懂背后的中国校园文化。而且我们全程用简单的中文来讲，语速放慢，里面的词儿都很容易理解，听完还能积累不少日常表达，不管是聊天还是看视频都能用得上。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，先说说这个现象到底有多普遍。阿哲，你还记得咱们上中学的时候吗？每天晚上放学都得等到天完全黑透，教学楼的灯一批一批的灭，最后剩下的那几间往往要到10点多甚至11点才会关灯。当然记得，我家就住在学校附近，每天晚上散步的时候都能看到教学楼的窗户里透出灯光，一层一层的，特别明显。有时候都10点半了，路过学校门口还能看到有学生从里面走出来，背着沉甸甸的书包。可不是嘛，不光是我们老家的小中学，大城市的重点学校、普通学校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。尤其是到了考试之前，比如期中、期末或者是高考、中考的时候，那灯光亮得更晚，甚至有些学校的自习室会一直开到11点半。对，而且不只是高中、初中，甚至部分小学的高年级，晚上也会有晚自习。我表妹上小学6年级的时候，每天晚上都要在学校待到8点多，写完作业才能回家。那时候我就觉得，现在的小朋友压力也太大了。其实不光是国内的朋友习惯了这个场景，很多来中国旅游或者留学的外国朋友，第一次看到深夜亮灯的学校，都会特别惊讶。我之前认识一个来自美国的留学生，他说在美国，学校下午3点多就放学了，晚上学校里基本没人，更别说亮灯到10点了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国校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很多外国朋友会误以为是不是学校里有活动，或者有老师在加班。但其实大部分时候，亮灯的教室里都是在上自习的学生。而且你发现没有，越是学习氛围浓的学校，晚上亮灯的时间就越晚。我们以前上高中的时候，实验班的学生基本上每天都要自习到10点半，普通班的学生稍微早一点，但也得9点半以后才能走。确实是这样，有时候冬天天气特别冷，晚上10点多，外面又黑又冷，教学楼里却特别热闹，每个教室里都坐满了学生，大家都在低头写作业、背课文，那种感觉，现在想起来还挺难忘的。那很多朋友肯定会问了，为什么学生非要在学校自习到这么晚？在家里写作业不行吗？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。其实主要有3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学习氛围。在家里写作业很容易分心，比如想玩手机、想喝水、想看看电视，但是在学校的自习室里，周围的同学都在学习，你自己也会跟着静下心来，效率会高很多。太对了，我以前在家写作业，一道题能磨磨蹭蹭半小时，一会儿想上厕所，一会儿想找东西吃。但是在学校自习室，周围的人都在埋头学习，我自己也不敢偷懒，写作业的速度快了不少，本来要2个小时完成的作业，在学校1个半小时就能写完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可以随时问老师和同学问题。学生在写作业的时候，难免会遇到不会的题，在家里只能自己琢磨，或者等第2天问老师，但是在学校自习，遇到问题可以马上问旁边的同学。
或者去办公室找老师请教，能节省很多时间。没错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数学特别差，经常遇到不会的题。那时候每天晚上自习，我就坐在班里学习好的同学旁边，一有问题就问他。慢慢的，数学成绩也提高了不少。如果在家里遇到不会的题，只能干着急。第三个原因就是学校的要求。很多中国的中学都会安排晚自习，这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，学生必须参加。尤其是高中，晚自习基本上是强制性的，从晚上7点到10点，3个小时的时间，让学生在学校完成作业，复习当天的内容，预习第二天的课程。对，而且学校安排晚自习也是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。中学生的年纪还不大，晚上独自在家学习，家长可能会担心。在学校里有老师看管，有同学陪伴，家长也会更放心。尤其是对于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学生，晚自习结束后，学校还会安排校车送学生回家，特别贴心。还有一个点就是中国的教育环境。现在的学生面临的竞争比较大，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，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为了能考上更好的高中、更好的大学，学生们只能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。晚上在学校多学一会儿，也是为了能多掌握一点知识，提高自己的成绩。其实这一点，很多外国朋友可能不太理解。他们觉得学习应该劳逸结合，不应该熬夜学习。但在中国，这种努力就能有收获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学生们都知道，只有付出足够的努力，才能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，才能有更好的未来。聊到晚自习，我就想起了很多上学时候的小插曲。阿哲，你还记得咱们上晚自习的时候，老师会经常巡逻吗？当然记得。我们班主任每天晚上都会来教室好几次，有时候悄悄从后门走进来，看看有没有学生在偷懒、说话、玩手机。有一次我上课偷偷看漫画书，就被班主任抓了个正着，还被批评了一顿。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特别丢人。哈哈，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。有一次晚自习，我和同桌偷偷传纸条，聊周末要去哪里玩，结果被老师发现了，纸条被没收了，还让我们2个人站起来罚站了10分钟。那时候觉得特别委屈，现在想想，其实老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不想让我们浪费自习的时间。可不是嘛！除了老师巡逻，晚自习的时候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小事。比如有时候教室的灯突然坏了，整个教室都黑了，学生们就会趁机闹一会儿，直到老师过来修灯。还有的时候，有同学会偷偷带零食到教室，趁着老师不注意，偷偷吃一口，那种偷偷摸摸的感觉，现在想起来还挺有趣的。对，还有冬天的时候，晚自习教室里面没有暖气，我们就会把窗户关上，几个人挤在一起取暖，一边写作业一边聊天。虽然条件有点艰苦，但是现在回想起来，却觉得特别温馨。其实晚自习不只是学习的时间，也是我们和同学增进感情的时间。每天晚上3个小时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讨论问题，一起分享小零食，这些回忆现在都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记忆。没错，虽然那时候觉得晚自习很枯燥，很无聊，每天都盼着早点放学，但是现在毕业了，却特别怀念那段时光。怀念和同学们一起奋斗的日子，怀念深夜亮着灯的教学楼，怀念老师的唠叨和关心。阿哲，我们刚才聊了中国学生的晚自习，那其他国家的学生会不会也像中国学生这样熬夜在学校学习呢？其实大部分国家的学生都不会像中国学生这样在学校自习到这么晚。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美国，中学生下午3点多就放学了，放学之后他们可能会参加社团活动、体育训练，或者回家写作业。
很少有学生在学校自习到晚上10点。那日本呢？我听说日本的学生学习压力也很大，他们会有晚自习吗？日本的中学确实有晚自习，但是和中国的晚自习不太一样。日本的晚自习叫做部活动，主要是社团活动，比如棒球社、篮球社、音乐社，学生们会在放学后参加社团活动，一般到晚上6点左右就结束了，很少会到10点这么晚。而且他们的学习压力更多的是来自于升学考试，而不是日常的晚自习。那韩国呢？韩国的学生是不是也经常熬夜学习？韩国的学生学习压力也很大，他们有很多课外补习班，叫做学院，学生们放学后会去补习班上课，有时候会学到晚上10点、11点，但是他们不是在学校里，而是在补习班。韩国的学校晚上一般不会开放自习室，学生们都是在补习班学习。这么看来，中国学生的晚自习确实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现象，不仅时间长，而且是在学校里有老师看管，有同学陪伴，这种学习模式在其他国家还是比较少见的。没错，这和中国的教育制度、升学环境有很大的关系。中国的人口多，升学竞争激烈，学生们只能通过努力学习，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。而晚自习就是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，让他们能更高效的学习。其实不管是哪种学习模式，都是为了让学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，有更好的未来。虽然中国学生的学习压力比较大，但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。说到这里，可能很多外国朋友会有一个误解，觉得中国学生晚上在学校自习就是不停地做题、背书、搞题海战术，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。这个误解其实很常见。我之前认识一个来自英国的朋友，他就问过我，中国学生是不是每天都要做几百道题，晚上还要熬夜做题，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和娱乐？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虽然晚自习的时候，学生们主要是写作业、复习功课，但是也并不是一味的做题。他们会合理安排时间，比如先复习当天老师讲的内容，再完成作业，最后预习第2天的课程。有时候，他们也会在自习课上看一些课外书，拓展自己的知识面。对，而且学校也会合理安排晚自习的时间。比如我们上高中的时候，晚自习3个小时，中间会有15分钟的休息时间，学生们可以走出教室，活动一下身体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或者和同学聊聊天，放松一下心情。还有，现在很多学校也越来越注重素质教育，晚自习的时候也会安排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，比如读书分享会、知识竞赛、小组讨论等，让学生们在学习之余，也能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团队合作能力。没错，深夜亮灯的学校并不是题海战术的代名词，而是学生们努力奋斗、追求梦想的象征。每个在灯光下学习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，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未来打拼，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的。而且现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也在不断改革，越来越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，减少学生的作业量和学习压力。很多学校已经开始缩短晚自习的时间，让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休息和娱乐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对，相信以后中国学生的学习压力会越来越小，既能学到知识，又能享受快乐的青春时光。好啦，今天我们就聊了聊为什么晚上10点中国学校还亮着灯这个话题。相信大家听完之后，对中国的晚自习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其实总结一下，晚上10点中国学校亮灯，主要是因为学生们在参加晚自习。晚自习能为学生们提供更好的学习氛围，让他们能更高效地完成作业、复习功课，同时也能随时向老师和同学请教问题。
虽然中国学生的学习压力比较大，但是他们这种努力奋斗、追求梦想的精神还是很让人感动的。而且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，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也会越来越丰富多彩。如果你是外国朋友，听完今天的内容，是不是对中国的校园文化有了新的认识？如果你有过在中国上学的经历，也欢迎分享你的晚自习故事。现在麻烦大家动一动手指，给我们的播客点个赞，再收藏起来，方便以后想再听的时候能快速找到。没错，而且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定期更新慢速中文播客，内容都是大家身边常见的话题，语速慢，词汇简单。不管你是中文初学者，还是想提高中文听力的朋友，都能在这里有所收获。我们还会分享很多中国的文化、习俗、生活小知识，让你在学习中文的同时，也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。下期我们会聊一聊中国学生的周末都在做什么，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准时收听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再见。